始皇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过来遛遛我的狗而已。沙罗曼达！颜灵月，好久不见！搞这么多人欢迎我，太客气了。祁隆，你我两族之间的恩怨，早在你们食火族灭族之时便已了结。我看在你是食火族最后一名幸存者的份上，平日里对你在灵峰街周边劫掠作乱的恶行极尽忍耐。今日，你竟敢跑到我灵峰街来作乱！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！哼，我自寻死路？你放什么狗屁！该死的人是你，是你们踏风族，凭什么我的族人就死于恶灵之手，你们却活着？这不合理呀！镇魂街是属于强者的，而你们早就该死了！就你的沙罗曼达，连片刻都撑不住，你还好意思在那儿跟我叫嚣？你当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颜灵月，你能这么嚣张，不就是因为你手里的赤玉吗？好心提醒你，前几日我偶然得到了一枚玄黄丹，服下后早就今非昔比。我的沙罗曼达现在任由我驱使召唤，干掉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石虎王不许乱来！小子，回去告诉他，你们的梅长老在我的手上。明天天黑之前，要是不把领路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就先杀了梅长老，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杀死。听清楚了吗？哎呀，踏风族，严将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呢？
踏风族的人都死了吗？颜灵玉，你们踏风族还是一点没变呢，依然这么贪生怕死，以为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能躲过一劫了是吧？做梦！你这何人？你不要住！我知道，你们有的人一定在看着这边，那就瞪大你们的双眼，竖起你的耳朵，听好了。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领路人，我就把他的头割下来，你不要挂在你们的寨门上。你不要打我！怎么还不开呀？不是吧？我只数3个数：1、2。住手！放开梅长老，我来和你打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20多岁还召唤不出守护元神的少将军吗？你打我，打情骂俏的打吗？少废话！你现在放了梅长老，我留你全尸。少将军好生幽默呀！石火族跟踏风族也算是邻居，我可以替你母亲好好调教调教。大家是亲戚，千万别跟哥哥客气。少将军，快回去！你打不过他的，少将军，回去呀！你打不过他。梅长老，手挺软的，腿也不错呀。老子玩腻了，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跟你们踏风族一样，就只配做个缩头乌龟。你这个强盗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踏风族？我是强盗。当年恶灵入侵灵峰街的时候，可是我们石火族冲在最前面，你们踏风族却只敢躲在我们的背后苟活。这些年发展的不错呀，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有错吗？强词夺理，明明是我母亲守护林峰街到最后。强词夺理，我可是连刀都没出鞘，就把你给打趴下。你拿什么跟我讲道理？你只是你母亲的小公主而已，镇魂街的道理，你根本就不懂。随便租辆算了，反正能开到结界口就行呗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，万一让里边的人给听见了，等会儿觉得我们不懂，存心坑咱们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来。哼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是这带轮子的东西，我都懂。嗯，看我的。
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租车要去大公司，这种小门面怎么能够满足我呢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边400一天，外面300一天，不租算了啊。 280一天，不行。他说不行。你好，我看您那儿车呢都有点又老又旧的，还有这里都有点划坏了。最主要的是颜色，这些颜色都有点沉闷、老旧、压抑。我觉得坐进去以后心情都会变得不好的，是吧？小姐，这边请。小姐，你是真的懂车，说的句句在理，比刚刚那男的强太多。现在这男的是越来越不行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多少钱啊？1天800。800啊！哎呀，租吧，800不是也不贵吗？你看看它的款式，你看看它的样子，就算北洛坐进去都年轻10岁不止。哎呀，你说咱们赚钱干嘛的？不就是要花吗？租吧。租什么呀？啊，北洛，你快管管他吧，他都已经疯了都。小姑娘，我看外面那辆越野车保险就要过期了。再说你们现在是淡季，生意不太好做。这样，一口价800一周，有问题吗？北洛，还是你靠谱，这辆才有性价比。要是我们两个，纯2个大冤种。你说你自己把我捎上干什么？咱们2个半斤对8两，你就承认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年纪比你们大，知道的多一点很正常。哎，北洛，正好，你给我们讲讲临风街呗，那儿的人好相处吗？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些。这次去临风街，我们还有一个任务。任务？什么意思？咱们不是去找芦花鼓楼吗？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要找到芦花鼓楼，必须要在临风街的踏风族人手里找到一名领路人。领路人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踏风族是生活在临风街的一个古老民族，他们全族都是祭神人，世代保护着芦花鼓楼。如果没有他们的领路人给我们指引，任凭我们谁都不可能找到芦花鼓楼的确切位置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找一个向导？不过那不是也挺简单的吗？反正踏风族有那么多人，哎，咱们可得找个最靠谱的。这个领路人啊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。那要怎么理解？芦花鼓楼显形的位置是在临风街附近的一座森林里。为了保护鼓楼不被世人侵扰，所以踏风族的祖先在这座森林里施加了一种障眼法术，不让人看见鼓楼。而这个法术又和踏风族的人血脉结契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通过咒语来解除这道法术。而这个被选中的人就叫做领路人。你不会想说这个领路人很难找吧？不是难找，是非常难找。每一代可能只有1个，最多不超过2个。而知道领路人真正身份的，整个踏风族除了领路人自己以外，只有他们的族长知道。而族长通常会是临风街的镇魂将。这距离芦花鼓楼出现只剩10多天了，够我们找到领路人吗？要我说，他们为了保护芦花鼓楼，是不会轻易将领路人叫出来的。哎呀，我是觉得凡事没有绝对嘛，我相信我们肯定能找到领路人的。你有计划？没有。没有你说那么笃定。你想啊，当年你妈妈能够进入芦花鼓楼，就说明她当时是有领路人的，踏风族的人愿意给她领路。
那现在没有道理不愿意给他儿子领路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找到10年前那位领路人的话，我们就能进鼓楼。哼，走，直奔凌风街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怎么加速也不说一声？是啊，急也没有用。我们去凌风街之前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还有个地方，哪儿啊？来，前面左拐。得嘞。就是这里。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凌风街的结界在一座山顶上，所以要买些登山装备，爬上去。爬上去？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买一些登山装备。啊，好，这边请。看什么呢？叮叮，这个是网红款，最近大家露营拍照都用它，我们也买吧，我也想发。发什么？小蓝书。小蓝书是什么？你连小蓝书都不知道，你真的太土了。夏夏子的职场穿搭。你一个失业人员哪儿来的什么职场啊？哎呀，我是前不久刚失业的好不好？只是暂时离开了职场，不妨碍我在网上维持人设啊。你这是在骗人！我怎么是在骗人了？我就是在分享我喜欢的穿搭啊，而且我 P 图找滤镜都花好几个小时呢。哦，是，你不修几个小时都修不出这种改头换面的效果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头换面。1、2、3，好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。想删掉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把灯买了。哦，夏玲，你现在还学会讲条件了是吧？没错。你不要逼我。阎王炮，我躲。鸡要安魂，啊，全躲过，无相我黄。冥王破军印，躲。少侠好武功啊！绝招困龙活捉。别玩了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夏玲，你要的灯。你把这个灯买给我了，你果真比曹彦斌好多了。贝洛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惯他吧？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找个地方住店。走了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没关空调啊？你现在才开了半个小时，你就在这打瞌睡？喏，谢谢你送我的小灯。你们女孩到了这个年纪，应该都喜欢拍照。行，那我陪你说话，一直说。谢谢你啊，好心人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喜欢实力强的，打起架来不拖后腿的。一窍不通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希望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要做什么，为此愿意对抗一切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你还挺合适的。哎，但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曹彦斌，怎么回事？还好系了安全带。
你爸爸以前是镇魂将。我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会幻想，想他以前每一次匆匆离开，都是去寒仙街保护那些邻人。那，你怪他吗？我当然怪他，但只是他离开的那一瞬间而已。因为我知道，从下一刻，我就会开始想他，很想很想，直到再见面为止。过了好几日了，曹彦斌他们到哪儿了？正在前往灵峰街的路上。离鼓楼越来越近，很好。首领，我只担心一件事。何事？领路人。眼下距离鼓楼出现只有10几天，万一曹彦斌他们找不到领路人，您的计划恐怕……灵峰街的镇魂将叫颜灵玉是吗？是。此人虽然不好打交道，但只要是人，都有软肋。您的意思是？听说灵峰街向来不太平，踏风族人不时会遭到劫掠。这是一个名叫石火王的山匪所为。此人所属的石火族和踏风族有世仇，会时不时的找灵峰街的麻烦。石火王的守护元神是个叫沙罗曼达的魔武星。踏风族天生元神力微弱，这石火王势必是颜灵玉的一块心病。你设法让石火王去袭击灵峰街，曹彦斌几人定会出手相帮。若曹彦斌帮颜灵玉除掉这块心病，他肯定非常感激。到时候提什么要求就都好说了。明白。这颗棋，我一定用好的。这趟出门所带的赤玉全被排出了高价，比去年翻了1倍还多。等回到灵峰街，将军一定会……行了，把你请到我这里来做客，不介意吧？你把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就那些废物，我都懒得带回来，不像你，很是有用。听说你们灵峰街有一种神药赤玉，服下后能让人体内的元神力大增，有这回事吗？什么赤玉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想好了再回答我。众所周知，整个灵峰街颜灵玉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你肯定知道赤玉的制造方法，告诉我。
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赤玉只能属于踏风族。哼！你想要做的事，何须这么费劲？谁在外面？不想活了！装神弄鬼，哼！原来是个美人啊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快就把你杀了的。戴着面具干嘛呀？我来帮你摘下来。可惜了，魔五行沙罗曼达的主人是个废物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沙罗曼达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为什么来找你才重要。你空有一个沙罗曼达，却没有元神力召唤它，每次召唤不过一刹那便烟消云散。你知道吗？比没有力量更可耻的，是你配不上你的力量。你费尽心思想要赤玉，无非是想获得他的力量，而这一份力量，我也可以给你，比赤玉带给你的更强大、更持久。这是玄黄丹，传说中能让祭神人释放体内守护元神的力量，掌控守护元神的玄黄丹。世上还有别的玄黄丹吗？拿别人东西之前，总该先问问自己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说。领路人，你是要进芦花鼓楼？我要做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知道。玄黄丹，一枚管一时，2枚才永久。你可以先得1枚，事成之后再得另外1枚。成就。这次梅长老十有8九是出事儿了。按照约定，昨日应该回来，这到今日还没有消息。梅长老经常走这条路，熟悉得很啊。等将军回来，看将军如何定夺。哎，这件事儿只有将军拿主意了。是，真是不好办呢。2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如果梅长老还不回来，肯定会对我们生意有所影响。诸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我刚拿到消息，千真万确呀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将军到！将军。相信诸位已经知晓，梅长老出寨越狱，本来最迟应该昨日归来，可是至今没有任何音讯。梅长老德高望重，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此事不可小视。朗达，在。你亲自带人去寻，今日之内必须找到梅长老的下落。属下遵命。母亲，
这里是议事堂，没有母亲，只有将军。将军，什么事？说吧。我也想去找梅长老。不准。为什么不准？如果你去的话，你希望朗达到底是保护你，还是保护梅长老呢？将军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找到梅长老，为您分忧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准。我是临风街的少将军，我应当去，也一定要去。若我有什么闪失，与他人无关，恳请将军准许。那我来问你，如果你落在了敌人的手中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定当拼死相搏，以护踏风族尊严。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怎么去维护我们踏风族的尊严？要哭出去哭。脚长在我自己身上，不管将军允不允许，我都会去寻找梅长老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，狮火王打过来了，已经进入灵风街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那狮火王异常的凶悍勇猛啊！是啊，狮火王向来都在周边抢夺，这怎么就打进来了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行了，大家住嘴！外面的敌人怎么样？他们见到吓得不敢出门，可是不知道狮火王到底会不会伤害他们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击鼓，准备出战。是。母亲，传我命令，敲警钟。给我拿过来。将军，将军，母亲，你不会是又喝了赤玉吧？怎么那么长时间？陷阱和机关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命了！梅长老同我讲过，这种颜色更深的赤玉功效强，但毒性也大。族人平时所服用的赤玉都经过稀释，只当它是灵药。但我知道，它在成为灵药之前，首先是毒药。你常年服用赤玉，体内早就已经积攒了不少毒素，怎么还能……行了，别再说了。大敌当前，只要能够有助抵抗敌人，就算是毒药，该用也一定得用。我们踏风族生来元神力就很弱，也正是靠赤玉，才有了抵抗恶灵的力量。如今，也只能继续靠它才能渡过难关。谁说一定要靠赤玉？陷阱机关我都已经布置好了，等明天一抓到石火王，我就亲自打败他给你看。打？你靠什么打？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你拿什么去打？我每天都在刻苦练功，体术早已远胜族内大部分男子。自不量力！我们镇魂街靠的是元神力，狮火王的守护元神沙罗曼达，那是世间少有的魔物型。你企图要用肉搏取胜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
我打都还没打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万一我可以？荒唐！战场上怎能容你有侥幸心理？你立刻给我打消这种想法，想都别想！母亲，母亲。你们看，灵峰山的结界就在山顶上。一会儿这样，我打头阵，夏琳你在中间，曹彦明殿后。嗯。曹彦兵，曹彦兵啊！我说一会儿你殿后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就是那个，我看这附近的风景也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先在这儿吃点东西再上楼，再上去。我看不必了吧，吃饱了和看风景应该都治不了恐高。恐高？嗯，你说我呀？嗯，哈，这高我是不可能恐的。你看哪次我出去不是找个最高的地方就站上去了？不是吗？嗯。其实这个山呢，看着高，爬起来没多高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着我，调整好步伐，调整好呼吸，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。走，拿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快点！这叫没有多高吗，北洛？这明明就……曹彦兵，你还没爬完呢，赶快收拾东西吧。飞洛，你说的这个结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就是这儿，穿过那块石头就是灵峰街了。哦，走吧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块石头每次只能过一个人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？这么奇怪的规定你都知道，看来北洛跟这林峰街关系不浅啊。还好吧，我只是在那儿认识个朋友。还好是有多好？什么关系？男的女的？不回答还逃跑，他肯定有问题啊！行了，别八卦了，走吧。从山出来还是山，跟我们以前去过的镇魂街不一样。这座山叫灵峰山，我们现在已经地处灵峰街的地界了。你们看，卧闻烈水长鱼出，岂看灵峰剑狐飞。灵峰街，没错，这就是灵峰街。
不是吧？刚刚我们看的寨子，怎么说也有大几百户呢，可这寨门又旧又破，凌风街的人过得这么穷啊？不是穷，是弱。这里地处镇魂街的边陲，周边崇山峻岭环绕，十分闭塞，连群英殿和林域都懒得过问，所以经常有恶灵出没。加上这儿的人元神力普遍较弱，很难抵御外来的侵袭，所以看上去就破败一些。雷洛，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哎，之前曹云明跟我说你有情况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一般镇魂街的人对凌风街了解并不多，要不是多年前我因为找水而来过一次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知道那些都不重要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没有发现，这里放眼望去，就只有我们3个人，门户大敞，无人看守不说，就连这街上也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里就是凌风街的中心地区了。看来这凌风街也是不简单的。真的，这儿一个人都没有。这其中肯定有蹊跷，我们不能再这样慢慢看了，直接去将军府找他们镇魂将。就这儿，走。这是他们凌风街镇魂将的家。没错，我之前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儿。真大呀！姑娘，姑娘，这琴声听着很奇怪。他风族人善用机关，大家小心点。雷洛，你看这香，剩的还不少呢。夏玲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魏论，我没事，
曹元兵，你怎么样？不许动！你们是谁呀？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呢。看这些士兵的装束，应该是踏风族人。既然是踏风族的人，那就请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个陷阱是怎么回事？这锁神台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提问？灵玉，你认识啊？将军，抓错了，这3个人误出了我们给石火王准备的机关。将军，严将军，今天我带2位朋友刚到灵峰街，误入陷阱。大胆入侵者，毁我陷阱，乱我计划。北洛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跟他认不认识啊？灵玉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北洛，北洛师门。少跟我套近乎。本将军从未见过你们3位，请你们实话实说，来我们灵峰街到底是什么目的？算了吧，人家不想认你，说破嘴皮也没有用。不过，这也说明他们不认识我。看来群英殿的通缉令还没有发到灵峰街来，倒是少来桩麻烦。将军，我们3人并没有恶意，我们来到灵峰街，只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神镜——芦花鼓楼。给我锁上！哎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话还没说两句，怎么就锁上啊？少啰嗦！你们这种不知天高地厚、妄图进入芦花鼓楼寻宝的人，我们见多了。母亲，先别管这些人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应对石火王。朗达，赶紧把机关恢复了。关上。是。他们说的这石火王是谁啊？应该是世仇。世仇？那看来咱们是卷到其他2个家族的纷争当中了。有可能。那么文虎色变，应该是打不过吧？母亲，光是恢复陷阱机关还不够，若是再像刚才一样被人误触，岂不误事？须得再派1人将石火王引来。朗达，去把赤玉拿来。快去拿。赤玉有什么东西？赤玉是最近黑市上炒的价格极高的一种珍贵药液。没错，喝下去之后能大大增强祭神人的元神力。母亲，将军，赤玉到了。给我吧。收将军。少将军，叶若甫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迎战石火王，你去的，我也去的。你疯了！给我拦着他！母亲，你怎么就是不能面对现实呢？现实就是你内伤复发，如今赤玉又被我喝下，我比你更有胜算。你说什么也没有用，赶紧给我带下去！我看谁敢！你们给我听着，今天必须是我去，因为我就是石火王要找的领路人，也是目前灵峰街唯一的领路人。正因为我是领路人，所以石火王就算我敌不过，他也不会将我杀了。石火王得了领路人，也不会再为难我们灵峰街。
所以此战我一人前去，足矣。简直是天真！狮火王觊觎我们凌风街多年，区区一个领路人，那只是借口罢了。可是母亲，等一下，将军，你们要打架，我可以帮忙吗？哼，你帮我？嗯。仔细想想，你的提议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我允许你前往迎战狮火王，迅速将他领到陷阱之处，切记不可莽撞。是，我这就将他抓来给你看。哎，怎么走啊？我刚才说的可以帮你们是真的。将这3个人给我带下去，关进地牢。哎，我刚跟你说的，你没有听清楚吗？我说我可以帮你们。普通话听不听得懂啊？进去，走，进去。看什么？有话就说。北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那女将军的事儿？捕风捉影，没有的事。那不可能。除了这个，我已经想不到我主动示好还被拒绝的理由了。你一个陌生人，人家质疑你的动机，怀疑你的能力，不理你很合理。那不理我是很合理，不理你合理吗？那我是陌生人，你又不是。哎，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夏玲，直觉审判。No No No， 根本不需要直觉审判。北洛已经把心虚这2个字写在他脸上了。连夏玲都看出来了，北洛，你就老实交代了吧，啊？说吧，是不是揍过人家？揍什么揍啊？你以为你是拳击手啊？这肯定是一段忘不了、放不下、意难平的爱情故事。这个世界上难道就只有爱情一种故事吗？你有点想象力好吗？哎，不是我没有想象力，是你是爱情绝缘体，没有眼力。所以我拔刀速度快，开炮准头足。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你个母胎 solo 单身狗。说的像你不是单身狗。维诺，好了，你们2个不要猜了。事实上，什么也没有。不可能！算了，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，我说说也无妨。啊！但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跌宕起伏，只是一段很平淡的往事。8年前，我因为找水儿来到凌风街的附近，认识了这里的镇魂将严天月。还有他的妹妹，严灵玉。兄长，哎，哎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你不是说出去几天采购吗？怎么一去了大半个月啊？严明信都联系不上你，你知道大家有多着急吗？阿玉，都是为兄不好，把严明信弄丢了，晚点向你赔罪。今天家里有客人。客人？来，北洛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贾美灵玉，这位是北洛师门。是为兄这次出门新结识的好朋友。哥，你就是因为这个人，在外面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吗？啊，其实他是什么身份来历？他为什么来我们凌风街附近？这些你都清楚吗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和目的？你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带一个人回来啊！天元兄，他说的没错，是我不该贸然前来的，打扰了。哎，别！
等等，阿玉，他是来找女儿的。找女儿？啊。肩抬高一点，你动作要做准确、迅速，心里得憋着一股子劲儿，击刺得法，气势连贯，不要软绵绵的，行吗？再来，停。蹲低点儿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连剑都拿不稳？不是让你用心练吗？我明明每天都练，很用心了。那说明你还不够用心。你身为祭神人，到现在都召不出守护元神来。如果你不继续努力增强你的实力，你以后在镇魂街能怎么生存啊？啊！又说这个，每次都是这句，烦不烦？不练了。回来。少管我！我知道你是舅舅带回来的客人，但是我这会儿心情很不好。这糖葫芦不是给我吃的吗？你怎么吃上了？本来是给你的，但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给你看个更有意思的，好不好？是吗？这不算什么，我以前没有守护元神的时候也可以做到。刚才那样没有守护元神也能办到。在镇魂街呢，守护元神强大的确很有优势，但是祭神人的能力也很重要。只有你自己厉害了，你的守护元神才会变得更厉害，知道了吗？那我要变得厉害。你一定可以的。就这样，我在灵峰街逗留了1个多月，始终没有水儿的线索。于是我决定离开灵峰街。谁啊？灵玉。贝洛大哥，你真的打算明天就走了？不再多留些时日吗？之前跟天月兄来到灵峰街，纯粹是为了找女儿。既然女儿不在这儿，我想我应该离开了。其实，有些话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。亡者不可留，逝者不可追。你就不能为自己多想一想，不要再执着于过去。也许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不是更好吗？女儿是我的一切，我永远不会放弃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，也没有见过颜灵玉，更不清楚她是怎么当上灵峰街的镇魂将的。深沉内敛，心照不宣。唉，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。曹元斌，我就说过吧，这肯定是个爱情故事。北洛，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北洛跟这踏风族的渊源，没想到故事这么长。再不走，正事都耽误了。少将军去迎战石火王会去哪儿呢？寨门。你不是在地牢吗？为何在这儿？少将军别误会，咱们之前在地牢里见过曹彦兵。
我不是想逃跑。我管你是谁，警告你，不要乱来，否则要你的命！少将军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不说别的，就说那石火王，我出手帮你解决石火王，你帮我领路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去找石火王，凌风街一样没事儿。我若同意帮你，跟同意帮石火王有什么区别？那区别可大了去了。首先，我为人就比石火王好100倍，我不会拿凌风街威胁你，我会好好跟你谈。你有顾虑我解决，你有条件我满足，实在不行我就求你，求你到愿意为止。而且，我听说你们会喝那个叫赤玉的东西，这就说明对自身的实力不够自信。而我就不一样，我出场设置就厉害，绝对比你有胜算。哎，我跟你说这些是在帮你。我呸！连我的锁神链都躲不过，还说要帮我？你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吧。这个曹彦斌把门锁都弄坏了，没跟咱俩说一声，自己就跑了，也太过分了吧！曹彦斌大概率应该去找颜若甫了，真没想到，颜若甫居然会是那个领路人。你说的颜若甫就是那个少将军。嗯，咱们两个在这也没什么事儿，帮忙去吧。好，走。你们在干嘛？想逃？三个人少了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呢？已经逃了。将军，我可以解释，这次我们前来凌风街，是为了找领路人进入芦华鼓楼，而我那位朋友得知少将军就是领路人，此刻应该前往去保护他了。你可以放心。将军，少将军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在怪我刚才没把你认出来吧？那将军的意思是，现在认出来了？要不然，我又为何独自前来呢？雷洛大哥。原来你之前已经认出来了，我以为你……你以为我明明认出了你，却还假装不认识，对吧？哦，怎么会呢？毕竟我们一隔8年没有相见，大家的容貌有些许变化，倒也正常。相见不相识，并不奇怪。那好。既然你我之间的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那我就好意思向你张口求助了。算算时间，石火王很快就到了。我知道，若甫是一定敌不过石火王的，所以我还想求你去帮帮他。那是自然，我那位朋友应该已经在去的路上了。不行，我不认识你那位朋友，我不相信他，我只相信你。凌玉，你别着急，我跟天月兄有救，而若甫又是领路人，就算你不开口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会眼睁睁看着石火王在凌风街乱来。不过，有一事我一直想问你：为何今日我没有见到天月兄，而且他们大家都称你为将军？莫非天月兄他已经……你别多想。兄长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等解决完了石火王，我定会和你解释。只是眼下，应该是对敌要紧吧？也对，那事不宜迟，你现在赶紧把我跟夏玲的手铐解开，我们马上去找若甫。不行，我不能放了他。不能放？为什么？我不能把你们3个人都给放了，我需要留一个人来当人质。人质？对，没
没错，人质。这是在找我帮忙吗？你这是在威胁。北洛大哥，我也希望你不要怪我，事关我们凌风界的安危，我必须得保证万无一失。既然我答应了帮你，必当竭尽全力。你选择相信我，又何必要这样多此一举？多此一举，我倒希望是如此。可是如今世道险恶，这一别8年，我怎么敢保证你我之间的心肠还能如最初那般呢？凌玉，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早知如此，我宁愿你没有认出我来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帮了？可以帮，但不是这么个帮法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主意。我觉得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不应该因为解决思路的分歧而导致我们聊不下去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把北洛留在这儿当人质，您看怎么样？你？我有守护元神李轩辕，我很能打的。啊，嘿嘿。